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早上起来喝水等于喝细菌。老李今年68岁了，2年前他曾得过一次中风，当时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觉醒来后只觉得一侧的手脚没力，讲话也变得有点大舌头了。去医院一查，就已经是脑中风了。医生告诉他，脑中风是由于脑血管堵塞所造成的脑组织缺血坏死。由于晚上睡觉之后，人体无法继续的补充水分，而呼吸等生命活动却又在无时无刻的带走大量的水分，导致夜间的血液粘稠度增高，血液就容易凝固，形成血栓，造成血管堵塞。这也是为什么脑中风喜欢在夜间发作的原因。很多中老年人睡着之后没有知觉，一觉醒来后才发现自己中标了。到了凌晨时段，血液的浓度最高，所以脑中风尤其是好发于凌晨时段。因此，中老年人早上起来喝的第一杯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。自从听了医生的解释之后，老李就养成了晨起喝水的习惯。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，但是有一天他在网上看到有人说，早上起来不刷牙就喝水，等于是喝细菌。考虑到之前医生的建议，他现在也分不清到底哪个观点更正确了，于是就问了我文章开头的那个疑问。不得不承认，晨起喝水确实好处多。好处一，及时的补充水分。经过一夜的蒸发消耗之后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血液粘稠度处于一天中最高的水平，身体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的状态。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有助于及时的纠正身体缺水的状态。晨起喝水可以恢复体液的平衡，保证血液流动性，减少心脏负担。而且血管弹性主要取决于弹性蛋白，当体内缺水时，这些蛋白质会丧失活性。晨起喝水可以使身体组织重新水合，帮助蛋白活性恢复，维持血管弹性，预防血管狰狞硬化。并且晨起喝水还可以稀释血液，减少粘滞，促进血液流动力学，就像水管里的机构流动快时不易堵塞，这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，减少卒中的风险。好处二，降低胃酸，唤醒肠胃。早上起来后，胃是处于一个完全排空的状态，胃里只剩下腐蚀性的胃酸。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可以降低胃酸的浓度，减轻胃酸对胃的刺激，并且有助于唤醒肠胃，唤醒一天的食欲。好处三，润肠通便。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可以湿润肠道，刺激大肠的流动，从而有助于促进大便的排泄，有助于身体排出毒素。2. 早上起来不刷牙就喝水，等于喝细菌。起床后是先刷牙还是先喝水？网上有人说，晚上睡着之后，牙齿上残留的一些食物残渣会滋生大量的细菌，这些细菌和唾液中的钙结合，沉积在牙齿表面，就会形成牙菌斑。如果不刷牙就直接喝水，会把这些细菌喝进体内。所以有人建议，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应该是先刷牙，刷完牙之后再喝水，以免把细菌喝进肚子里。乍一看感觉还挺有道理的，但是我个人却不太认同这个观点。大家想呀，既然喝水会把细菌喝进肚子里，那咽口水会不会？既然咽口水也会把细菌咽下去，那晚上睡着之后连口水都不能咽啦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其实这种担心是十分多余的。口腔本身就是一个有菌的环境，因为口腔里面的湿度、温度非常的适合细菌的繁殖，再加上一日三餐给细菌提供了大量的养分，导致口腔成为了细菌繁殖的温床。研究发现，人的口腔里生活着400多种细菌，有些细菌对健康是有好处的，有助于帮助消化，保护口腔黏膜；有些细菌则对人体是有害的，有可能会引起咽炎、扁桃体炎。
牙龈炎或者是肺炎等等。正常的情况下，好细菌和坏细菌处于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状态，所以这些细菌并不会导致疾病，就算吃进体内也不怕。胃里也有胃酸可以杀灭细菌，就算胃酸杀灭不了，肠道里的益生菌也会制约有害细菌，所以说根本就不用担心会把细菌喝进去。更何况聚集在牙菌斑的细菌也没有那么的容易脱落，仅靠喝水时的水流冲刷很难把其中的细菌冲刷下来。只有当人体的抵抗力下降了，比如说受寒、劳累等等，或者是不规范的使用抗生素导致菌群失调了，有害细菌才有机会突破人体的免疫防线，从而导致人体发病。总而言之，早上起来尽管放心喝水，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。晨起是先喝水还是先刷牙，那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当时所需来决定。3. 晨起喝水也有讲究。1. 水温有讲究，水温太凉可能会刺激肠胃，从而容易引起腹泻等的不适，而水温太高则容易灼伤胃食管黏膜。水温以30摄氏度左右为宜，冬天可以适当的高温一点，但不宜超过50摄氏度。2. 种类有讲究，晨起喝水首选是白开水，白开水最纯粹也是最自然，不含有其他额外的添加物，最适合人体的健康。而且白开水含有一定的矿物质，对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。矿泉水也可以，矿泉水也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，纯净水次之，因为纯净水会把杂质和矿物质全部的过滤掉，所以几乎不含矿物质。长期的饮用不利于人体补充矿物质，但也并没有特别的坏处。但在补水方面跟白开水和矿泉水还是一样的。有的人喜欢喝蜂蜜水，以为蜂蜜水有助于通便，但蜂蜜通便的效果其实是很细微的。糖尿病患者不适合长期的饮用蜂蜜水。也有的人喜欢喝淡盐水，在补充水分的时候还能够同时的补充盐分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有水肿或者是有高血压的人就不宜空腹饮用淡盐水，以免水钠潴留引起水肿加重，血压升高。果汁、可乐、汽水、咖啡等的饮料不推荐作为晨起的第一杯水，因为这些饮料不利于唤醒肠胃，也不利于肠道吸收水分。糖尿病患者更是不适合喝这些饮料。3. 饮水量有讲究，对于一般的人来说，早上起来第一杯水在200至3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，不用喝太多，喝太多影响早餐时的胃口。4. 饮水的方式有讲究，每个人喝水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喜欢大口大口喝水，一口气喝完一杯水，这种饮水的方式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喝水太快，肠胃来不及反应，水分快速的吸收进入血液，可能会引起稀释性的低钠血症。喝水应该小口小口的慢慢喝，让肠胃有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。就像你唤醒一个人一样，最忌讳的就是突然惊醒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轻声呼唤，让对方有一个缓冲的过程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晨起的第一杯水对健康非常重要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另外，成人每天的需水量大概在1500至1800毫升之间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段也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，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来要喝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